你感受过被高温炙烤的感觉吗？皮肤先是绷紧，发出干燥的嘶嘶声，像正在燃烧的纸张，每一次呼吸都像吞下滚烫的沙粒。上一世，全球陷入70度极热地狱，只因我妈一时心软，给跪在门口的邻居开了一条门缝，结果引狼入室，全家在高温下惨死。再睁眼，竟回到了末世降临前3天。看着熟悉的客厅，我还没来得及庆幸，就看到老爸猛地把烟头按灭，一脸凶狠。这次谁再敢当生母，老子亲手把他扔出去！老妈一改往日的温吞，手里菜刀剁得震天响。囤货、贷款换物资，谁也别想吃我家一口大米。平日里文静的姐姐，正冷着脸调试手里的弓箭，眼神冰冷。这一次，谁敢靠近咱家5米，我就射穿谁的脑袋！摸着手心滚烫的移动堡垒空间烙印，笑了。原来全家都重生了。这一世去特么的邻里互助，我们全家只要活得比谁都好。上一世极热末世降临，气温飙升到70度，水电全断，城市瘫痪。我们一家靠着之前的存粮勉强苟活。可就在那天，邻居王大妈带着孙子跪在门口哭嚎，说孩子快渴死了。老妈一时心软，开了一条门缝想递瓶水，结果门外藏着的根本不是什么可怜祖孙，而是手持利斧的暴徒邻居张强一伙人。他们冲进来，抢光了粮食，把我们一家4口那种被活生生分食的痛苦，我现在想起来还浑身发抖。爸妈哥，我站起来，声音沙哑却坚定，既然都回来了，那咱们就好好活。老爸抬起头，那双平日里总是笑呵呵的眼睛，此刻布满血丝。儿子，你说怎么搞？我摸着手心的纹身，嘴角勾起一抹残忍的弧度。离极热降临还有3天，这一世我们要把这栋房子打造成谁也进不来的城堡。至于那些邻居，姐姐冷笑一声，接话道：他们要是敢来，我就让他们知道什么叫真正的地狱。老妈把菜刀往桌上一拍，别废话了，分头行动。老头子，你去把公司抵押了，能贷多少贷多少，高利贷也借，反正3天后钱就是废纸。老爸掐灭烟头，狞笑一声，放心，我这就去。平时那些网贷平台心高气傲的很，这次老子要让他们血本无归。我们一家4口兵分4路，老爸去搞钱，老妈去扫荡农贸市场，姐姐去搞特殊装备，我负责统筹和改造房屋。我看着手机里的余额，只有不到5万块，不够，远远不够。我直接打开各种网贷 APP， 也不管什么利息征信，一通狂点。10分钟后，卡里多了50万，但这只是开胃菜。老爸那边传来消息，他把公司连同刚签的一个大合同全部抵押给了地下钱庄，对方看中了公司的地皮，放款即快500万，2小时到账。这帮傻子还以为捡了大便宜。老爸在电话里笑得像个反派，我立刻联系了市里最大的冷库老板，我要肉、猪肉、牛肉、羊肉，羊肉有多少要多少，还有冰块、工业冰、食用冰，把你们库存清空。老板以为我是疯子，或者是哪个大饭店的采购，直到我把定金甩过去，他才乐颠颠的开始装车。我开着租来的大货车，直奔郊区仓库。没人知道，我的手只要触碰到货物，心念一动，东西就会凭空消失，进入我的空间。我的空间里，时间是静止的，放进去的热汤拿出来还是烫嘴的。放进去的冰块永远不会融化。一下午，我扫荡了3个大型批发市场，米面油按吨买，桶装水，直接搬空了2个水厂的库存。我还去了趟药店，借口公司发福利，把感冒药、消炎药、抗生素买的像是去进货。晚上回到家，客厅里已经堆满了老妈买回来的战利品，各种干货、腊肉、调料，堆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妈，这也太多了吧！我看傻了眼。老妈正在磨刀，眼神狠厉。多末世里1包泡面能换1条人命，这才哪到哪儿？姐姐也回来了。他背着一个巨大的黑色琴盒，那是他通过特殊渠道搞来的复合弓，还有整整5箱碳素箭。这玩意儿射程100米，穿透力极强。姐姐爱惜地抚摸着弓身，张强那身肥肉挡不住一箭。就在这时，门铃响了，是楼下的王大妈。上一世就是她骗开了门。我透过猫眼看着她那张虚伪的老脸，手里还端着一盘饺子。哎呀，小林啊，我看你们家进进出出搬东西，是不是要搬家啊？这饺子是我刚包的，给你们尝尝。我打开对讲机，冷冷地回了一句：滚。王大妈愣住了，随即脸色变得难看。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我好心好意。再不滚，我泼开水了。我没开玩笑，手里已经提起了刚烧开的水。王大妈大概是被我语气里的杀气吓到，骂骂咧咧的走了。神经病，一家子神经病。我听着她的骂声笑了，骂吧，尽情骂吧。3天后你会跪在地上求我把这盘饺子皮赏给你吃。第2天重头戏来了，改造房子。我们家住在18楼，顶层这位置在极热末世有利有弊，利是视野好，易守难攻，弊是太热暴晒。但我有移动堡垒空间，我将手按在客厅的墙壁上，心中默念堡垒融合，掌心的纹身瞬间发烫，一股黑色的流光顺着墙壁蔓延开来。这是空间自带的特殊能力，它可以强化居住环境。墙壁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厚实，普通的混凝土变成了泛着金属光泽的复合材料，窗户玻璃自动置换成了单向防弹玻璃，不仅防弹，还隔绝了99%的热辐射。这就是儿子的金手指。老爸看得目瞪口呆，随即狂喜。好，太好了，这下连炸弹都轰不开。但这还不够，我雇了几个工人，在门口加装了一道防爆钢门，理由是最近治安不好，怕入室抢劫。工人们虽然觉得夸张，但看在双倍工钱的份上，干得热火朝天。为了掩人耳目，我特意让他们在钢门外面贴了一层普通的木纹纸，看起来和普通防盗门没两样，实际上电锯锯上1天都锯不开。我还让人在阳台通风口全部加装了金刚护栏，密不透风，全屋安装了独立的空气循环系统和恒温系统。电力方面，我在空间里存了10台大功率柴油发电机，还有数不清的柴油，甚至我还搞了一套太阳能板，铺满了楼顶天台。楼下的邻居张强上来过一次，他叼着烟子，一脸痞气地看着正在装门的工人。哟，林叔发财了，装这么好的门，防谁呢？
老爸正在监工，手里拿着一根实心钢管，那是他给自己准备的武器。防畜生！老爸头都没抬，冷冷的回了一句。张强脸色一变，吐了口烟圈。老东西，嘴巴放干净点。上一世就是他第一个冲进来砍断了老爸的手臂。老爸握着钢管的手青筋暴起，但他忍住了。滚！老爸只有一个字。张强眯了眯眼，眼神阴毒的扫视了一圈，冷笑一声走了。等着吧，有你们求我的时候，我站在屋内，隔着还没封死的射击孔，看着张强的背影。姐姐站在我身后，手里把玩着一支箭矢。我想现在就杀了他。不急，我按住姐姐的肩膀，眼神冰冷，让他死太容易了。我要让他眼睁睁看着我们吃香喝辣，他在外面像狗一样被晒成干尸，那种绝望才配得上他上一世的所作所为。3天时间转瞬即逝，所有的准备工作全部完成，物资堆满了空间的仓库，足够我们一家4口挥霍100年。房子固若金汤，连只苍蝇都飞不进来。第3天深夜11点59分，我们一家4口坐在客厅里，没人说话，只有墙上的挂钟在滴答作响。来了，我轻声说道。窗外原本漆黑的夜空突然泛起了一层诡异的红光，紧接着一股肉眼可见的热浪像海啸一样席卷了整个城市。0点1过，世界变了。原本20多度的气温在短短10分钟内飙升到了45度，并且还在持续上升。空调外机发出了不堪重负的轰鸣声，整个小区的电网瞬间崩溃，黑暗降临，只有那诡异的红光照亮了扭曲的空气，惨叫声开始此起彼伏。很多人在睡梦中被热醒，发现家里像个蒸笼，怎么回事？停电了，热死了！这鬼天气怎么突然这么热？救命啊！我妈心脏病犯了。小区群里瞬间炸了锅，消息刷得飞快。我淡定地坐在沙发上，看着手里的平板电脑，这是连接了独立电源的监控系统，能清晰地看到楼道和外面的情况。室内温度26度，恒温正常。老妈端来了一个鸳鸯锅，红油翻滚，香气四溢。来，先吃饭，天塌下来也得吃饭。桌上摆满了极品肥牛、毛肚、虾滑，还有冰镇的可乐和啤酒。这顿饭我们吃得格外香，窗外是地狱，屋内是天堂。这种极致的反差让复仇的快感在心中蔓延。大概过了2个小时，室外温度已经突破了55度。普通人如果不做防护，在外面待10分钟就会脱水休克。楼道里传来了砸门声，有人吗？借点水喝。我家孩子受不了了。是楼下的住户，没人理会。这种时候，谁家也没有多余的水。很快，砸门声变成了哭喊声，然后是咒骂声。姓林的，我知道你们在家。突然，一声巨响砸在我们家门上，监控显示是王大妈，她披头散发，满脸通红，手里拿着个铁锄，疯狂地砸着我家的门。开门！你们家肯定有发电机，我听见声音了。大家都是邻居，你们怎么能这么自私？快开门，让我进去吹吹空调，不然我死在你们家门口。老爸夹了一筷子牛肉蘸了蘸麻酱，放进嘴里，这肉真嫩。姐姐冷笑一声，走到门边打开了特制的传声筒。王大妈，省力气吧，越冻越热，死得越快哦。王大妈听到声音更疯狂了，小贱人，我就知道你们在，快开门，不然我让张强来砸烂你们的门。提到张强，监控画面里果然出现了他的身影，他光着膀子，浑身是汗，手里提着一把消防斧。上一世的噩梦重现了，但这一次我不怕了。张强推开王大妈，对着门缝狞笑，林家的小子，识相的就把门打开，把物资交出来，老子还能饶你们一命，不然等老子进去了，男的杀女的。他的话还没说完，姐姐猛地拉开了门上的射击孔挡板，嗖，一支利箭破空而出。张强一声惨叫，捂着耳朵倒在地上，那支箭直接射穿了他的左耳，钉在了后面的墙上，偏了点。姐姐遗憾的撇撇嘴，下次射眼睛。门外瞬间安静了，所有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狠辣吓住了，他们没想到平日里和和气气的林家人竟然真的敢动手。滚！老爸对着传声筒吼了一声，声音如雷，门外的人作鸟兽散，连滚带爬的跑了。我们一家相视一笑，继续吃火锅，爽，太爽了。第4天凌晨3点，室外温度突破60度，监控画面里整个小区已经彻底乱了。有人把床单尽湿披在身上，冲出家门想去地下车库避暑，结果刚跑到楼梯口就晕倒了。有人砸开消防栓抢水，结果发现水管里流出的全是滚烫的热水，烫得满手水泡。6栋那边打起来了。姐姐盯着监控屏幕，语气平淡。画面里，2家人为了一桶矿泉水扭打在一起，拳脚相加，场面血腥。第4天中午，室外温度突破70度，这已经不是人能活下去的温度了。小区里的惨叫声越来越少，不是因为情况好转，而是因为很多人已经叫不出声了。监控显示，楼道里横七竖八躺着10几具尸体，都是中暑脱水而死的，物业早就跑光了，没人管这些尸体，很快就会腐烂发臭。咱们家的空气过滤系统没问题吧？老妈有些担心。放心，全封闭循环系统，外面就算放毒气都进不来。老爸拍拍胸脯。就在这时，小区群里突然炸了，有人发了一条语音：各位邻居，我是物业王经理，现在情况危急，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才能活下去。我提议，所有有物资的家庭把东西拿出来共享，大家一起度过难关。尤其是3号楼的林家，你们家肯定囤了不少东西，这种时候就别藏着掖着了，做人要有良心，不能只顾自己。这条语音一发出来，群里瞬间沸腾了。对，林家必须把东西交出来，凭什么他们家吹着空调吃火锅，我们在这里等死？大家一起去砸门，不给就抢，法不责众，怕什么？我看着这些消息笑了。来了？什么来了？老妈问。道德绑架。我放下手机，上一世就是这招，把咱们家的门砸开的。这一世，我站起身，走到武器库前，拿出一把改装过的高压水枪。这一世，谁来谁死。下午2点，一群人出现在我家门口，足足20多个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为首的正是物业王经理，他举着个喇叭，对着我家的门喊：林家的，开门！大家都是邻居，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你们家的物资是时候拿出来了。
身后的人群跟着起哄，对，交出来，不交就砸门，我们人多，怕什么？我透过监控看着这群人，眼神冰冷。上一世就是这群人冲进我家，抢走了所有东西，老爸被打成重伤，老妈被推倒在地，姐姐被。这一世我要让他们付出代价。姐，准备好了吗？早就准备好了。姐姐端起弩，瞄准门外。爸妈，你们退后。老爸老妈对视一眼，默默退到了安全区域。我深吸一口气，打开了传声筒。王经理，你确定要这么做？废话少说。王经理吼道，赶紧开门，不然我们就砸了。好，我笑了，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话音刚落，我按下了一个按钮，门外突然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紧接着门框上的喷淋装置启动，10几道高压水柱喷射而出，但这不是普通的水，而是混合了辣椒水和工业酒精的特制液体啊！惨叫声瞬间响成一片，那些人被喷得满脸都是，眼睛睁不开，皮肤像火烧一样疼。我的眼睛好疼，救命啊！人群瞬间溃散，抱着脸四处乱窜。王经理也没能幸免，整张脸都肿了起来，像个猪头。监控画面里，那群人抱头鼠窜，狼狈不堪。老爸拍了拍我的肩膀，干得好。姐姐放下弩，伸了个懒腰，这才刚开始呢。我看着监控画面，眼神冰冷。上一世的仇，这一世要加倍奉还。但就在这时，监控画面的角落里出现了几个陌生的身影，他们穿着统一的黑色作战服，手里拿着专业装备，正在小区里搜索着什么。我心里一沉，真正的危机才刚刚开始。黑衣人一共5个。装备精良，动作专业。我盯着监控画面，手心冒汗。爸，你见过这种人吗？老爸凑过来看了一眼，眉头皱得死紧。这打扮，这装备，不是普通暴徒，像是雇佣兵。姐姐放下手里的弩，语气凝重。你看他们的站位，互相掩护，训练有素。妈妈端着茶杯的手抖了一下，会不会是军队来救援的？救援？我冷笑。救援会偷偷摸摸，会拿着撬棍到处砸门。监控里，黑衣人正在挨家挨户搜索，动作粗暴，完全不像救援队伍。他们踹开一扇门，冲进去翻箱倒柜。几分钟后出来时，手里多了几箱矿泉水和食物。抢劫的！老爸咬牙切齿，趁乱打劫。话音刚落，监控里的黑衣人的队长抬起头，目光精准地扫向我家的方向。他说了句什么？其他4人立刻调整队形，朝我家这边移动。被发现了，我心里一沉。姐姐已经端起了弩，来多少杀多少。等等，老爸拦住他，硬碰硬不是办法。这些人有枪。我仔细观察监控，果然看到其中2人腰间别着手枪。咱们得智取。老爸点了根烟，眼珠子转得飞快。这些人是冲着物资来的，对吧？废话，那就好办了。老爸吐出一口烟圈，咱们给他们找个更好的目标。我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楼下，张强正躲在自己家里，用湿毛巾捂着被射穿的耳朵，疼得龇牙咧嘴。王大妈也在，她脸上的辣椒水还没洗干净，整张脸肿得跟馒头似的。都怪那个林家。王大妈骂骂咧咧，要不是他们，咱们也不会这么惨。张强捂着耳朵，眼神阴毒，等着吧，我一定要弄死他们全家。就在这时，门外传来沉重的脚步声。谁？张强警惕地问。回答他的是一脚踹开的房门。5个黑衣人踹开张强家的门，领头的那个扫了一眼屋内，目光落在角落里堆着的几箱矿泉水上。嗖！话音刚落，2个人冲进去，动作粗暴的翻箱倒柜。张强捂着耳朵想反抗，刚站起来就被一脚踹翻在地。老实点！黑衣人队长声音冰冷，腰间的手枪在灯光下泛着寒光。王大妈吓得瑟瑟发抖，躲在墙角不敢出声。几分钟后，黑衣人搜走了所有能吃能喝的东西，扬长而去。张强趴在地上，眼睁睁看着自己最后的存粮被抢走，眼眶通红。畜生！我家客厅里，监控画面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老爸弹了弹烟灰，这帮人动作很快，目标明确，专挑有物资的家庭下手。他们怎么知道谁家有东西？妈妈问。热成像仪。姐姐指着屏幕上黑衣人手里的设备，能探测室内温度和人员活动。有空调、有发电机的家庭，温度会比其他地方低。我盯着屏幕，心里盘算着，这些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绝不是临时起意的暴徒。他们迟早会找上门。我说怕什么？咱们家的门他们砸不开。老爸不以为意，砸不开门他们就会想别的办法。我摇摇头，比如火攻或者堵死通风口，把咱们活活闷死。客厅里安静了几秒，姐姐放下茶杯，那你说怎么办？我站起身，走到窗边，透过单向玻璃看着楼下混乱的小区，让他们自己人打自己人。老爸眼睛一亮，你是说？对。我转过身，嘴角勾起一抹冷笑。黑衣人要物资，张强他们也要物资，咱们只需要稍微推一把，让他们狗咬狗就行。10分钟后，我打开了家里的对外广播系统，这是我特意安装的，声音能传遍整栋楼。各位邻居，我是18楼林家。我的声音在楼道里回荡，瞬间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刚才那几个黑衣人，大家都看到了吧？他们手里有枪，有装备，专门抢物资。但你们知道吗？他们为什么能精准找到有物资的家庭？我故意停顿了几秒，因为有人给他们通风报信。这话一出，楼道里瞬间炸了。什么？谁干的？肯定是物业那个王经理。不对，我看张强也鬼鬼祟祟的。我继续说，我不知道是谁，但我知道那些黑衣人手里现在有一大批物资，他们刚从各家各户抢来的，堆在6栋的地下室里。想活命的自己看着办。说完，我关掉了广播。老爸竖起大拇指，高实在是高。监控画面里，楼道里的人开始骚动了。我的声音通过广播系统，像一颗投入死水潭的石子，激起的涟漪迅速变成了惊涛骇浪。楼道里原本因酷热和绝望而死寂的气氛被瞬间点燃，人们从各自的门后探出头，眼神里混杂着惊疑、愤怒和一丝被点燃的希望。通风报信，谁这么不是东西？肯定是张强。我刚看到他跟黑衣人拉扯，说不定就是分赃不均。王经理呢？物业经理最可疑，他有我们所有住户的资料，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
就会在漠视这种极端环境下疯狂滋生。人们不需要证据，只需要一个可以宣泄愤怒和恐惧的目标。监控画面里，6栋地下室成了新的焦点。我根本没看到黑衣人把物资放那，我只是随口一说。6栋位置偏僻，地下室结构复杂，是个完美的漩涡中心，把水搅浑，鱼才会乱。儿子，你这一手可比我当年在酒桌上忽悠客户签合同还黑。老爸看着监控里乱糟糟的人群，非但没有半点不安，反而颇为得意的给自己倒了杯冰啤酒，气泡嘶嘶作响，青出于蓝。我没回头，眼睛盯着屏幕，姐姐正在擦拭她的弓臂，动作轻柔，像是抚摸情人的皮肤。人性经不起考验，更经不起挑唆。你给了他们一个理由，一个目标，他们就会变成一群疯狗。此时，真正的风暴中心，张强、王经理和王大妈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众矢之的。张强家，他正用一瓶从别人家偷来的烈酒给自己被射穿的耳朵消毒，疼得满脸横肉都在抽搐。王大妈和王经理也在他家，3个人凑在一起，气氛压抑。张强把酒瓶子往地上一砸，等老子缓过来，非得弄死他们。王经理扶了扶眼镜，他那张被辣椒水喷过的脸肿像发面板头，让他看起来有几分滑稽。硬来不行，他们家现在就是个乌龟壳，我们得想办法联合楼里其他人。他的话还没说完，门外就传来了砰砰砰的巨响，不是敲门，是砸。张强、王经理，你们给我滚出来！是不是你们把黑衣人引来的？开门，把你们藏起来的物资交出来！门外聚集了10几号人，个个眼眶通红，手里拿着扳手、拖把棍，甚至还有人拆了家里的桌子腿。他们被热浪和绝望逼到了极限。我那番话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张强脸色一变，抄起身边一根撬棍，反了他们了！他猛地拉开门，想靠自己的凶狠镇住场面，但迎接他的不是畏惧的退缩，而是一双双仇恨的眼睛。就是他，他耳朵上的伤就是想跟黑衣人抢东西被弄的。人群中有人大喊这无端的猜测，但在此刻却成了铁证。放屁！张强怒吼，挥舞着撬棍，谁再敢胡说八道？一个瘦高的男人第一个冲了上来，我认出他，他是15楼的住户。此刻他手里举着一把菜刀，我老婆孩子都快渴死了，你还跟外人勾结，我跟你拼了！混乱瞬间爆发，张强虽然凶悍，但他有伤在身，而且双拳难敌4手。愤怒的人群一拥而上，棍棒、拳脚雨点般的落在他身上。王经理想跑，被2个人高马大的业主堵在墙角。平日里那点物业经理的威风荡然无存，只剩下杀猪般的嚎叫。王大妈最是鸡贼，一看情况不对，就地一躺，开始撒泼打滚。哎呦，打死人了，没天理了啊！我们家也是受害者啊！但这一次没人再吃他那一套。一个年轻女人冲过去，揪着他的头发，把他从地上拽起来，左右开弓就是2个耳光。闭嘴吧，你个老东西！昨天就是你带头骗邻家开门，你跟他们才是一伙的。女人的话提醒了众人。对啊，王大妈、张强、王经理这3个人一直以来就在小区里不是东西，现在出了事，他们嫌疑最大。把他们扔出去！这栋楼不欢迎你们，滚！群情激愤，我们家的客厅里，空调凉风习习，火锅的香气还没散尽。监控画面被分割成9宫格，将楼道里的闹剧直播得清清楚楚。哎呦，打得好，打得好！老爸看得眉飞色舞，拿起一串刚烤好的羊肉串，咬了一大口，含糊不清的评价：这叫什么？恶人自有恶人磨，不，这叫狗咬狗，一嘴毛。老妈皱着眉，有点不忍心看，会不会闹出人命？妈，你放心，我给他加了一块烫好的毛肚。这群人有分寸，他们要的是物资，是发泄，不是背上人命，最多把他们打个半死，然后赶出去。姐姐放下弓，拿起一罐冰可乐，喝了一口。他们被赶出去只是第一步，外面的温度会替我们完成剩下的事。正如姐姐所料，这场闹剧在持续了10几分钟后，以张强3人组的完败告终。张强被打得鼻青脸肿，撬棍也被夺走了，一条腿走路一瘸一拐。王经理的眼镜碎了，脸上多了好几道血痕，像个丧家之犬。王大妈最惨，头发被薅掉了一大把，衣服也被撕破了，躺在地上哼哼唧唧，再也装不下去。从今天起，你们3个不准再进这栋楼。15楼的男人用桌子腿指着他们，代表所有人下了最后通牒，谁要是敢放他们进来，就是我们所有人的敌人。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通往楼道大门。楼内虽然热，但相比于太阳底下的暴晒来说，简直是天堂。那扇门外是超过65度的红色地狱。张强怨毒地看了一眼人群，又抬头死死盯住我家18楼的方向。他知道这一切的始作俑者是我。然后他被2个人架着，一瘸一拐地拖了出去。王经理和王大妈也被毫不留情地推搡，赶出了他们曾经的家门。砰的一声在他们身后关上。楼道里的人群并没有散去，他们开始商量着下一步。现在怎么办？去6栋地下室看看，万一邻家小子说的是假的呢？万一是真的呢？不去，难道在这里等死？最终，求生的欲望压倒了一切。一大群人下到连通着众楼栋的地下车库，浩浩荡荡地朝着6栋的方向去。我关掉了对外广播系统，客厅里恢复了安静。好了，第一批苍蝇清理干净了。我伸了个懒腰，现在轮到那几只穿着黑衣服的大苍蝇了。老爸喝完最后一口啤酒，打了个嗝。儿子，下一步呢？给老爸交个底。我走到窗边，看着楼下那些在热浪中扭曲挣扎的身影，他们正朝着我虚构出来的宝藏前进。爸，你说，一个空空如也的宝库，会不会比一个吃人的陷阱更让人绝望？我的嘴角勾起一个冰冷的弧度。被驱逐出3栋的张强、王经理和王大妈，像是3条被扔进沙漠的鱼，空气粘稠的如同滚烫的糖浆，每一次呼吸都带着玻璃碴子刮过喉咙的痛感。地面被太阳炙烤的足以煎熟鸡蛋，他们每走一步，鞋底都发出滋啦的声响，仿佛随时会融化在沥青里。水，我的孙子要喝水。王大妈浑浊的眼睛里已经出现了幻觉，嘴唇干裂的像龟裂的土地，她胡乱的在空气中抓挠着，每走几步就双腿一
软，瘫倒在地。他伸出枯柴般的手，本能地抓向离他最近的王经理的裤腿。王经理正烦躁地扯着衣领，被他抓住后，厌恶感瞬间冲昏了头脑。他一脚踹在王大妈的肩膀上，将她踢得翻了个身。滚开！你个老不死的！要不是你到处煽风点火，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个地步？张强冷眼看着王经理对那个已经半死不活的老太婆拳打脚踢，眼神阴沉的能滴出水来。他的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报仇。就在王经理还在咒骂王大妈只剩下微弱呻吟的时候，一个声音再次从3号楼的方向飘来：是我算准了他们还没走远，也算准了他们此刻的心理状态。我再次打开了对外广播，但这一次我把功率调到了最小，声音压得很低，确保只有楼下附近的一小片区域能听到。黑衣人走得太匆忙，6栋地下室发电机后面好像还有几箱东西没来得及搬走，可惜了。我的声音断断续续，充满了不小心泄露的意味。这几句话对于濒死的3人来说，不亚于天籁。王经理的咒骂戛然而止，就连奄奄一息的王大妈也停止了呻吟，耳朵微微动了动。而张强那双被仇恨和痛苦占据的眼睛里，瞬间迸发出了一丝金光。他扶着墙，忍着剧痛挣扎着站了起来。发电机后面，王经理眼睛猛地亮了，他说的是真的，那帮人抢东西的时候确实很急，肯定有漏网之鱼。张强也停下脚步，他虽然不信我会有这么好心，但在生死关头，哪怕只有1/1000的可能，也值得去赌。只有王大妈躺在地上，有气无力的哼哼，骗人的，肯定是那个小畜生骗我们。闭嘴！张强回头一脚踹在王大妈肚子上，你想死就死在这儿，别他妈拖累我们。他一把拽起王经理，走，去6栋。求生的欲望战胜了一切，王经理连滚带爬的跟上。王大妈在地上躺了几秒，最终还是挣扎着爬了起来，踉踉跄跄的跟在2人身后。他知道离开他们，自己只有死路一条。从3号楼到6号楼，平时不过3-5分钟的路程，此刻却漫长的如同一个世纪。沿途，他们看到了好几具倒闭在路边的尸体，皮肤被晒成诡异的紫黑色，身体因为脱水而极度扭曲。王大妈吓得尖叫，却被张强狠狠扇了一个耳光。叫什么叫？再叫就把你扔这儿喂苍蝇！终于，他们连滚带爬地摸到了6栋的地下室入口，一股混合着霉味和热气的风从里面吹出，让他们稍微喘了口气。地下室里漆黑一片，伸手不见五指。手机，用手机照。王经理哆哆嗦嗦地掏出手机，打开手电筒，光柱在黑暗中晃动，照出了一个巨大的地下空间。这里比外面凉快不了多少，空气更加污浊。他们一眼就看到了角落里那台巨大的、早已废弃的柴油发电机。快过去看看！3人像是打了鸡血冲了过去，张强不顾腿上的伤，第一个挤到发电机后面，用手机光四处扫射，空空如也，除了厚厚的灰尘和蜘蛛网，什么都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王经理的声音带着哭腔，他绕着发电机找了一圈又一圈，把手伸进每一个缝隙，最后绝望的瘫坐在地，被耍了。张强的胸口剧烈起伏，愤怒和被愚弄的羞辱感让他几乎要爆炸。他猛地回头，一拳砸在冰冷的金属发电机上，发出哐的一声巨响。凌晨，他的怒吼在空旷的地下室里回荡，充满了不甘和怨毒。王大妈也彻底崩溃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而这一切都被我安装在地下室通风管道里的一个微型摄像头清晰地传回了我家的平板电脑上。真可怜。老爸一边啃着冰西瓜，一边摇头晃脑，这心理落差一般人可受不了，这叫希望破灭后的2次打击。姐姐言简意赅的总结，她正在给剑使上弦，为可能发生的战斗做准备。就在这时，监控画面里，地下室的入口处出现了几个新的身影，是之前去寻宝的那些邻居，他们显然也一无所获，一个个垂头丧气，满脸失望。当他们看到张强3人时，脸上的失望立刻变成了愤怒。是你们把东西藏哪儿了？我就说他们是来探路的，肯定是被他们捷足先登了。新的冲突一触即发，张强此刻正在气头上，看到这群把他赶出来的仇人，更是怒火中烧。他抄起地上一根废弃的铁轨，像一头被激怒的野兽冲了上去。都他妈给老子滚！地下室里瞬间乱成一团，手电筒的光柱疯狂晃动，惨叫声、咒骂声、击打声混成一片。这是一场为了根本不存在的物资而爆发的混战。混乱中，张强凭着一股狠劲，硬生生打翻了2个人，抢到了一瓶不知是谁掉落的矿泉水。王经理则趁乱躲在后面，捡到了一包被踩烂的饼干。他们2个，一个有蛮力，一个有小聪明，在混战中勉强捞到了一点好处。而王大妈年老力衰，又是个女人，在这种纯粹的力量对抗中是绝对的弱者。她被人推倒在地，踩了好几脚，别说抢东西了，连自保都困难。等混战稍微平息，张强和王经理已经带着他们抢来的战利品从另一个出口溜之大吉，根本没管他的死活。地下室里只剩下王大妈和几个同样一无所获、被打得鼻青脸肿的邻居。他躺在冰冷肮脏的地面上，小腹被踹得生疼，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痛。更让他绝望的是，他没有水，没有食物，被所有人抛弃了。外面是能杀人的高温，这里是充满敌意的同类，他已经走投无路了。人在面临死亡时，会爆发出惊人的求生本能，也会抛弃所有无用的尊严和脸面。王大妈就是如此，她在冰冷黑暗的地下室里躺了不知道多久，每一次呼吸都像在吸入刀片，喉咙干得快要冒烟。她能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生命正在随着体内的水分一点点流逝。她不想死，这个念头像一根针狠狠刺进她浑浊的大脑。她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扶着墙一步一步地往外挪。她要去哪？她不知道，她只知道不能待在这里等死。当她重新暴露在猩红色的天光下时，那股几乎能把人点燃的热浪让她一阵眩晕，差点再次栽倒。她扶着滚烫的墙壁，茫然地看着这个已经变成炼狱的世界。张强和王经理已经不见了踪影，他们抛弃了她，
其他的邻居也视他为瘟疫，避之不及。他能去求谁？一个名字，一个他最怨恨也最恐惧的名字，从心底浮现出来。林家，那个住在18楼，拥有空调、水电和数不尽物资的林家，那个把他耍得团团转，让他沦落到这般田地的林家。去求他们，这比杀了他还难受。可是不求就得死。尊严和生命哪个更重要？王大妈只用了3秒钟就做出了选择。她像一具行尸走肉，拖着沉重的步伐朝着3栋的方向挪去，每一步都耗尽了她所有的力气。她的视野开始发黑，耳朵里全是嗡嗡的轰鸣声。终于，他挪到了3号楼的单元门前。这扇曾经可以随意进出的门，此刻却像一座无法逾越的山，挡住了他生还的唯一希望。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扑到门口的对讲机上，胡乱地按着上面的按钮。救命！他的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叫，没人回应。他不甘心，他不甘心，用头一下一下地撞着对讲机面板。我是王贵芬，18楼的开门。我有情报。断断续续的几个词从对讲机里传到了我家的客厅。老爸正在看他下载的战争片，听到声音，不耐烦地皱了皱眉。这老钱婆还没死呢，姐姐正在保养她的复合弓，头也没抬，生命力比蟑螂还顽强。我放下手里的平板，走到了对讲器前。屏幕上，王大妈那张布满污垢和绝望的脸，被扭曲的镜头照得不成样子。王大妈，你还有什么遗言吗？我打开了通话键，声音平静。听到我的声音，王大妈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猛地抬起头，眼睛里爆发出骇人的光亮。是你，林家小子！她激动得语无伦次。我有情报，关于那帮黑衣人的情报。我听见他们说话了。哦，我心里一动，这倒是个意外收获。我原本以为他只会哭嚎着求饶，说来听听。我依旧没什么情绪。水，给我水，我快渴死了。给我1瓶水，我就告诉你。他喘着粗气提出了条件。你现在没资格跟我谈条件。我的语气冷了下去，要么说，要么就死在那儿。别，我说，死亡的威胁瞬间击溃了他最后的心理防线。我听到他们管自己的头儿叫蝎子，还说要去什么西区物流的仓库集合。蝎子，西区物流。我跟老爸对视了一眼，老爸立刻在另一台电脑上调出本市的地图，开始搜索着。这些信息很有价值，它证明了黑衣人不是散兵游勇，而是有组织、有代号、有据点的团伙。这比一群乌合之众的暴徒要危险得多。就这些，我追问，我就听到这些。求求你，给我一口水，就一口。王大妈的声音已经气若游丝，客厅里陷入了短暂的沉默。不能信他，老爸率先开口，他指着屏幕，这老东西坏到骨子里了，谁知道是不是他编出来骗咱们开门的？他不像在说谎。姐姐停下了手里的动作，人在极度脱水的情况下，大脑无法支持他编造这么具体的细节。西区物流这个名字太具体了。老妈也走了过来，看着屏幕上王大妈那副惨状，眼神复杂，但最终什么也没说。她已经不会再有上一世那种愚蠢的同情心了。我看着王大妈，她确实是个十足的恶人，死不足惜，但她现在也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黑衣人是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把刀，不解决他们，我们永远无法安心。想要解决他们，就必须掌握足够的情报。而王大妈这个被所有人都抛弃的不起眼的老太婆，恰恰是最好的探子。一个计划在我脑中迅速成型。王大妈，想活命吗？我再次开口。想，他点头如捣蒜。很好，我笑了。我可以给你水和食物，但不是白给。我走到阳台，从空间里取出一个小竹篮，用绳子系好，里面放了1瓶500毫升的矿泉水和2片面包。我要你替我做事。我将篮子从18楼的阳台缓缓放下，它在空中摇摇晃晃，最终停在了王大妈面前。王大妈看着篮子里的水和面包，眼睛都直了。她颤抖着伸出手，一把抱住那瓶水，疯了似的拧开盖子，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半瓶水下肚，她才缓过劲来，剧烈地咳嗽着。从现在起，你的命是我的。我的声音通过对讲机清晰地传到她耳朵里。我会定时给你吃的喝的，保证你死不了。而你的任务就是去接近蝎子那伙人，搞清楚他们的一切。他们有多少人？有什么武器？除了西区物流，还有没有别的据点？他们的目标是什么？把这些都弄清楚，告诉我，做好了你就能活。要是敢耍花样或者暴露了，我顿了顿，语气森然，我会让你体验一下什么叫真正的生不如死。王大妈抱着那瓶水，一边啃着面包，一边不住地点头。她的眼神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对我的恐惧，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狡黠。她活下来了，靠着出卖情报，她从我这个最大的仇人手里换来了活下去的机会。我看着监控画面里她狼吞虎咽的样子，面无表情。我知道这老太婆绝对不会真心替我办事。她今天能出卖黑衣人，明天就能出卖我。但没关系，鱼饵已经撒下，鱼也已经上钩。至于这条鱼是真心合作，还是想反咬一口，主动权始终在我手里。王大妈在对讲机前消失后，监控画面里只剩下空荡荡的单元门口，以及被高温扭曲的不成样子的柏油路面。老爸关掉了显示器，把手里的西瓜皮扔进垃圾桶。儿子，你真信那个老钱婆能带回什么有用的消息？他那种人，只要蝎子给他一块肉，他能立马把咱们家的防爆门坐标卖得干干净净。他当然会卖。我坐回沙发，手指在平板电脑上滑动，调出整栋楼的结构图。所以我给他的水里加了点好东西，毒药。姐姐随口问，不是微型追踪定位器，工业级的，只有米粒大小，混在矿泉水的沉淀物里。他喝下去后，胃酸消化不了，至少能在他肚子里待上24小时。我指了指屏幕上一个不断闪烁的红点，只要他进了西区物流的门，那帮人的老巢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就是我的打算。末世之中情报
药的价值远超黄金。蝎子那伙人显然不是普通的流氓，他们有组织、有装备，甚至可能有热成像仪这种军用设备。如果让他们主动找上门，即便房子再坚固，也难保对方不会动用定向爆破或者毒气。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引火烧身。红点开始移动了。王大妈走得很慢，在60多度的高温下，她每一步都像是在刀尖上跳舞。她绕过了几栋废弃的住宅楼，最后消失在西边的一片工业区围墙后。与此同时，小区里的局势发生了微妙的变化。那些去6栋地下室寻宝的邻居们无功而返，怒火无处宣泄。张强和王经理虽然抢到了一点物资，但显然成了众矢之的。他们在楼道里玩起了躲猫猫，而此时的楼道已经变成了腐臭和绝望的温床。我们要不要去西区物流看看？老爸站起身，活动了一下筋骨，发出咔咔的响声。不急，我盯着红点停下的位置，等他们主动来找我们。我打开了移动堡垒的控制面板，这个空间纹身赋予我的不仅仅是储物功能，更是一种对居住环境的绝对掌控。我消耗了一部分空间能量，在18楼的楼梯间和天台入口处加装了感应式高压电网和红外报警器。深夜，室外温度竟然没有丝毫下降，反而因为大地的热量回馈，显得更加闷热。红点突然动了，它不再是缓慢的挪动，而是以一种极快速度朝着3号楼的方向接近。来了，我拍了拍正在打盹的老爸。监控画面中，3辆经过改装的越野车关掉了大灯，悄无声息地开进了小区。车身上焊接了厚重的钢板，排气管发出低沉的轰鸣。车门打开，5个穿着黑色作战服的男人跳了下来。领头的是一个身材魁梧，脸上有一道从眉骨划到下巴的刀疤，手里拎着一把黑色的折叠弩，腰间别着短粗的火器，那就是蝎子。而在他们身后，王大妈像个哈巴狗一样跟在后面，手里竟然还抓着半块没吃完的压缩饼干，满脸谄媚地指着18楼的方向，就是那儿。蝎子哥，他们家有发电机，还有用不完的水。王大妈的声音在寂静的夜里显得格外刺耳。蝎子抬头看了一眼18楼，冷笑一声，做了个手势，5个人呈战术队形，迅速钻进了单元门。姐，准备好了吗？我看向阳台，姐姐已经带上了夜视仪，手里那把特制的复合弓已经拉满，她所在的方位正好可以俯瞰整个楼道入口的死角，随时可以送他们上路。姐姐的声音冷得没有一丝温度。我关闭了家里所有的灯光，只留下监控屏幕的一点微光。爸，你去守住后门天台。妈，你去安全屋待着。放屁，老子这把钢管早就饥渴难耐了。老爸拎着那根实心钢管守在防爆门后。监控里，蝎子一行人的动作非常专业，他们顺着楼梯快速攀爬。到了10楼时，王大妈已经累得瘫在地上，像条死狗一样喘气。废话真多，带路。蝎子一脚踢开王大妈，示意手下继续往上。当他们到达18楼楼梯口时，第一个黑衣人刚踏入感应区，刺耳的警报声瞬间炸响，滋啦，一股蓝色的电弧在黑暗中闪烁。走在最前面的黑衣人发出一声惨叫，整个人被高压电击的剧烈抽搐，重重的撞在墙上。有陷阱！蝎子反应极快，一个翻滚躲到了拐角处。轰！他反手扔出一颗震撼弹，强光和巨响在狭窄的楼道里震荡。如果是普通的住户，这一下就足以让人丧失抵抗力。但我早有准备，家里的隔音棉和特制玻璃吸收了大部分冲击。姐，动手！我在对讲机里低声说道。阳台外，姐姐松开了弦，一支碳素箭划破夜空，精准的射穿了正准备在天台架设绳降设备的黑衣人的肩膀。那人惨叫一声，直接从18楼跌落下去，连个浪花都没翻起来。蝎子意识到踢到了硬骨头，他躲在掩体后，对着大门喊道：“里面的兄弟身手不错，咱们求财不求命，你把门打开，分一半物资出来。”我蝎子立马带人走，否则这楼道里到处都是汽油，我不介意把这变成烤炉。我冷笑一声，打开了传声筒。蝎子，你以为你还有机会走吗？什么意思？蝎子的语气里透出一丝不安。看看你身后吧。监控里，张强、王经理还有那群被我驱逐出去的邻居，正悄悄地摸了上来，他们手里拿着菜刀、铁棍，眼神里满是疯狂。并不是我招募了他们，而是我在刚才的广播里告诉了所有人，黑衣人手里有从西区物流抢来的大量罐头和饮用水，而且他们现在正被困在18楼。末世之中，饥饿的人群比野兽更可怕。张强冲在最前面，他那张肿得像猪头一样的脸上满是贪婪。黑衣服的，把罐头交出来！蝎子腹背受敌，气得破口大骂：“操，哪来的疯子！”楼道里瞬间爆发了一场混战。黑衣人虽然有武器，但面对几十个饿疯了不要命的邻居，一时间也陷入了泥沼。楼道里的混战比我想象中还要惨烈。蝎子带来的手下确实训练有素，但在这狭窄阴暗、温度高达50多度的楼道里，体力的流失是惊人的。砰！一声闷响，蝎子腰间的火器开了火，击中了一个冲在最前面的邻居，那人倒在血泊里，但这并没有吓退其他人，反而激起了这群亡命之徒最后的凶性。他们有枪，抢过来就是咱们的了。王经理躲在人群后面，扯着嗓子喊道：“这家伙最擅长煽风点火，自己却连根手指头都不动。”张强挥舞着从地下室捡来的铁管，疯狂地砸向一名黑衣人的头盔，两人在楼梯平台上扭打成一团，滚落下去。我坐在监控室里，看着屏幕上这出荒诞的狗咬狗。儿子，咱们就这么看着。老爸握着钢管，有些手痒。等他们消耗的差不多了，我盯着蝎子的位置，这家伙很有经验。他背靠着墙壁，用弩箭精准地射杀了2个试图靠近的邻居，手里的火器成了最后的威慑。王大妈此时最尴尬，她被夹在黑衣人和邻居中间，两边都把她当成了叛徒。大妈，你不是说带我们来拿物资的吗？罐头呢？一个邻居揪住王大妈的头发，狠狠给了她2个耳光。在屋里，都在姓林的屋里。王大妈哭爹喊娘，指着我家的防爆门。蝎子也看出来，不解决掉18楼的主人，他今天不仅拿不到东西，可能连命都要交代在这。他从战术背心里掏出一个黑色的方块，那是定向爆破炸药，都给老子滚开！蝎子怒吼一声，震慑住了周围的邻居，他飞快地冲向我家的防爆门。
想把炸药贴在门锁上，想得美！我按下了控制面板上的另一个按钮，防爆门上方的一个隐蔽射击补瞬间打开，一股浓稠的带着刺鼻气味的液体喷射而出，是工业润滑油混杂着高浓度的酒精。蝎子脚下一滑，整个人摔了个狗吃屎。紧接着，一张带电的钢丝网从天而降，将他死死罩住。滋！蝎子发出一阵凄厉的惨叫，浑身冒起白烟，手里的炸药掉落在地。大哥，剩下的2个黑衣人见状想冲上来救人，却被姐姐从阳台射出的冷箭直接钉穿了脚掌。楼道里的邻居们见蝎子倒了，一窝蜂的冲上去，他们关心的不是黑衣人的死活，而是他们身上的背包。张强最先抢到一个背包，打开一看，里面全是整齐的压缩饼干和运动饮料。发财了，真的是物资！他兴奋的狂叫。但他的兴奋只持续了3秒，王经理带着几个人扑了上去，见者有份。张强，你想独吞？原本一致对外的邻居们，为了这几个背包，再次陷入了内斗。他们在狭窄的楼道里撕咬、抓挠，人性最后的底线在高温和饥饿面前彻底崩塌。王大妈趁乱想往楼下溜，却被张强一把拽住。老东西，刚才就是你骗我们，说物资在屋里，害得老子差点被电死。张强眼里满是血丝，他把王大妈拖到楼梯护栏边。不，强子，我是你大妈呀！去你妈的大妈！张强猛地一推，王大妈发出一声惊恐的尖叫，从楼梯间的空隙直直的摔了下去。沉闷的撞击声从底部传来，再也没有了声音。我冷冷的看着这一幕，心里没有一丝波动。上一世，他就是这样看着我们全家被暴徒分尸的。这一世，他死在自己最信任的邻居手里，也算是因果报应，该收场了。我打开了家里的排风系统，将一种强效的催泪瓦斯顺着通风口灌入了楼道，白色的烟雾迅速弥漫。可，这是什么东西？我的眼睛！救命！原本还在厮打的邻居们瞬间乱作一团，捂着脸连滚带爬的往楼下跑。张强和王经理也没能幸免，他们在烟雾中互相推搡，最后跌跌撞撞的消失在监控画面里。楼道里，血腥味和焦糊味混杂在一起，几个重伤昏迷的黑衣人像破布袋一样瘫在地上，被电得半死不活的蝎子喉咙里发出呵呵的声响，每一次呼吸都带着血沫。我戴上防毒面具，拉开沉重的防爆门，老爸紧随其后，手里的钢管在水泥地上划出刺耳的摩擦声，像死神的镰刀在磨砺。我走到蝎子面前，脚尖踢了踢他的脸，他还没死，但眼神里已经失去了先前的凶狠，只剩下无尽的恐惧和哀求。西区物流的仓库，除了你们，还有谁？我冷声问道，声音在面具后显得沉闷而没有感情。蝎子张了张嘴，吐出一口混着碎牙的血沫。没了，就我们都在这儿了，很好。我向老爸示意，老爸一言不发，利索的用扎带把这几个人捆得结结实实，连嘴都封了起来。他拖着蝎子的腿，像拖一条死狗走向楼道尽头的垃圾投放口。蝎子剧烈的挣扎起来，发出呜呜的绝望悲鸣。老爸没有丝毫犹豫，掀开金属盖板，把它扔了进去。接着是第2个、第3个，沉闷的坠落声之后，是更深处传来的被放大了无数倍的撞击声。在那下面是堆积了半个多月、早已发酵腐烂的垃圾山和足以将人活活烤熟的高温。他们能不能活下来，不看天意，只看那些同样饥饿绝望、还没散去的邻居会不会把他们当成新的食物来源。我听见投放通道深处传来几声模糊的惨叫，但很快就消失了。处理完这一切，我回到屋里，3道锁依次落位，世界再次被隔绝。室内温度26度，空气净化系统发出微不可闻的嗡鸣。结束了，老妈平静地问，顺手递给我一条干净毛巾。都结束了。我接过绿豆汤，一口气喝光，沁凉的感觉冲淡了那股挥之不去的血腥味。极热末世的第7天，室外温度已经达到了惊人的75度。这种温度下，一切生命存在的迹象都被抹去。柏油路面像融化的强力胶，只要在上面走路就会被粘住。无论是人的鞋子，还是求生的老鼠，小区里死寂一片。监控画面里，那些曾经聚众闹事的邻居们，大部分已经变成了楼道里花坛边一具具发黑的干尸，剩下几个活着的，也只是躲在没有阳光的角落里，像被抽干了水分的柴薪，等待着最后一点火星的熄灭。但没想到的是，王经理和张强竟然还活着。他们躲在物业办公室的地下配电房里，那里确实相对阴凉，靠着从黑衣人那里抢来的最后一点物资，他们苟延残喘。但联盟在末日里是最脆弱的东西。第1天，他们看起来还像一对患难与共的兄弟，分享着一包饼干，轮流喝着一瓶水，互相打气，咒骂着这该死的天气和我们这股冷血的邻居。到了第3天，气氛开始变了，物资只剩下一小半，饥渴让他们的情绪变得极其不稳定。王经理因为张强多喝了1小口水而破口大骂，骂他是个没脑子的蠢货，不知道节约。张强则一把将王经理推倒在地，吼着自己出力最多，理应多分一些。第5天，他们所有的食物都吃完了，只剩下最后半瓶浑浊的矿泉水。那半瓶水被王经理紧紧抱在怀里，他蜷缩在角落，用警惕的眼神死死盯着张强。张强则像一头焦躁的困兽，在狭小的空间里来回踱步，喉咙里发出干渴的呵呵声，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闪烁着野兽般的光芒。我知道好戏要开场了。最后1天夜里，王经理似乎是扛不住疲惫，抱着水瓶睡着了。张强在黑暗中观察了他很久，他的胸膛剧烈起伏，像是在做什么艰难的决定。终于，他看到了墙角的一块用来垫电缆的红砖，他蹑手蹑脚地走过去，拿起砖头，一步步挪到王经理身边。他的手在颤抖，但眼神却愈发坚定和疯狂。他高高举起砖头，停顿了，足足有10几秒，然后猛地砸了下去，一下又一下，再一下。王经理的身体抽搐了几下，便彻底不动了。这就是他们的结局：短视、贪婪、自相残杀。而在我们家，生活依旧在以一种奢侈的方式继续着。
老爸在客厅里跟着电视里的教程练太极，一招一式沉稳有力。老妈研究着如何用空间里的面粉做出更劲道的卵糕。蒸笼的白气为这个冰冷的家增添了几分烟火气。姐姐则在阳台的阴影里，用鹿皮一遍遍擦拭着她的复合弓和每一支碳素键。我们像一座孤岛，在沸腾的红色海洋中维持着文明最后的体面。儿子，你看外面。老妈忽然指着窗外，原本被高温炙烤成猩红色的天空，不知何时开始变得阴沉，厚重如铁的乌云从天边翻滚而来，空气中透出一种令人窒息的压抑。要下雨了，老爸凑过来，一脸惊喜。一场雨或许能让这地狱降温，我却皱起了眉头，心里涌起强烈的不安。在极热之后，从不是恩赐的甘霖，不是好兆头。我看着湿度监测仪上飙升的数值，沉声道：“这是强对流天气，是酸雨。”爸，把所有窗户的备用外层防护板全部加装，一块不留。酸雨如期而至，那不是雨滴，而是灰黑色的粘稠液体，带着刺鼻的硫磺味，噼里啪啦的砸在防护板上，发出滋滋的腐蚀声。不过一夜之间，我们加装在最外层的钢板就已经变得坑坑洼洼，露出了被侵蚀后暗黄色的内里。楼下传来几声短暂而凄厉的惨叫，大概是有人以为等来了救命的甘霖，冲出去迎接，却被这来自天空的硫酸瞬间吞噬。这场腐蚀万物的酸雨整整下了9天9夜。9天后，雨停了，世界被洗刷一新，也彻底被毁掉了。所有金属制品都锈迹斑斑，植物的残骸化为黑泥，建筑物的墙体像被剥了一层皮。天空不再猩红，而是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灰黄色，仿佛被一层厚厚的毒雾笼罩。温度虽然降到了50度左右，但空气里的毒素足以在几分钟内置人于死地。我们就这样在与世隔绝的家中又度过了漫长的3个月。我们靠着空间里的物资生活，严格遵循着作息表，白天体能训练，晚上看电影看书。我们很少说话，但一个眼神就能明白彼此的坚定。我们是家人，是战友，是这艘末日方舟上最后的船员。直到有一天，我照例通过过滤系统检查着外部空气样本，分析仪上代表有毒物质的红色警报，在持续了数月之后，毫无征兆地第一次变成了代表安全的绿色。我愣住了，以为是仪器故障，反复重启了好几遍，可那抹绿色依旧顽固地亮着。我的呼吸开始急促，双手不受控制地颤抖起来。爸妈姐，我用尽全身力气喊道，声音因为激动而变了调。他们闻声从房间冲了出来，看到屏幕上那一点绿光，我们谁也没有说话，只是死死地盯着那抹绿色，仿佛那是世界上最瑰丽的珍宝。许久，妈妈捂着嘴，眼泪无声地滑落。爸爸和姐姐走过来，用力地，我们一家紧紧地抱在一起。几乎是同时，老爸指着窗外，声音里带着一丝颤抖。看太阳，一缕金色的，不再灼热的阳光，穿透了厚重的云层和我们层层防护的窗户，在客厅的地板上投下了一小块光斑。我们一家4口围着那块小小的光斑，沉默了许久。姐姐伸出手，似乎想触摸那缕阳光，又缩了回来。我深吸一口气，走到门边，在家人紧张的注视下，我解开了3道门锁，最后拉开了那扇沉重的防盗门。一股清新的、带着泥土芬芳的空气涌了进来。外面的世界安静的不像话，楼道里只剩下几具被酸雨腐蚀的不成人形的骨架。我们走下楼，推开单元门，天空是蔚蓝色的，蓝得像一块无瑕的水晶。毁坏的汽车和建筑残骸之间，一抹顽强的绿色从龟裂的水泥地里钻了出来。世界死了，又活了。我看着身边毫发无损的父母和姐姐，他们也在看着我，眼里有劫后余生的庆幸，有对逝去世界的缅怀，但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茫然。我回头望了一眼我们生活了1年多的18楼，那个坚固的堡垒，那个隔绝了死亡与混乱的家。我们活下来了，以一种近乎冷酷的方式。我从不后悔，因为我的身后，我的家人是我的整个世界。我们活下来了，我轻声说，像是在对他们说，也像是在对自己说。老爸拍了拍我的肩膀，老妈和姐姐靠了过来，阳光洒在我们身上，暖洋洋的。旧世界的秩序已经崩塌，但这片被净化过的大地，这张一无所有的白纸，正等待着我们去书写新的规则，而我们已经准备好了。